吴老师、苏老师，非常高兴我们3位同济人居然在凉州的院士村见面。作为3位沿土人，我们在一起还是应该谈一些沿土的话题吧。我想起了以前我的导师侯学渊跟我说，我们沿土工程师啊，其实要有更大的成就的话，是需要机械工程师帮我们设计制造好的设备，才能够达到我们脑子里面想象的一个目标啊。那么今天来说，就是朱老师啊，您看这句话当初啊，40年以前呢是非常感觉到非常新的，非常超前的。那么今天啊，从您这个这么长时间从事这个数字化工作哈，您来看今天的沿土工程，如果要想成功，是当初的侯老师这句话上面还要做些什么补充？当然，我们土木工程的施工离不开设备，设备它可以代替人做不了的一些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呢，完全靠设备也不行。今天的设备呢，我们谈智能建造，实际上它应该给它装一个大脑，这个大脑呢要来控制这个设备。这个大脑呢，比如说我隧道的取景机、隧道的那个现场的那些施工装备，现在是由人来操作的。那么我们希望它能够自动的能执行，就是形成一个智能体啊。那这个智能体它怎么动作呢？需要我们给它植入一个大脑，来发指令，来主动的控制它，真正实现我们现在讲的智能建造。吴老师啊，我听您的学生啊，刘博士说，您提出就是沿土工程 AI 这个概念，在这方面你能不能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您是怎么个想的？我沿土工程的 AI， 我大概7、8年以前就试着看做的，因为我觉得沿土工程的很多情况之下呢，就是不确定性太多，所以虽然现在整个科技发展很快，对沿土工程呢可能相对来说在这方面，因为土的本性啊，人很难去把握它。人家说人对天不太知，对人自己不太知，对地不太知，这我们沿土工程也是这个。所以我觉得现在有那么多工程的数据，那怎么来让这些数据发挥作用？那就需要 AI 来把这些都整理出来。上午我跟朱老师在讨论的时候也这样子，就是沿土工程很大的问题就是参数不确定性。那么参数不确定性呢，因为我们有了那么多数据以后啊，就可以通过 AI 的这个技术啊，来确定这个参数，所以慢慢的使得这个不确定性变成往确定性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 AI 应该在沿土工程呢应该起这样的一个作用。我那现在初步呢就对基坑开挖的这个风险控制啊，开始探索了一些。是的，那个最近你们2位啊，肯定一定是关注到人形机器人哈。这人形机器人啊，其实是模仿我们人的形状、行为、动作啊。可是我们人为什么会站立？是因为我们人在和其他的动物相比，我们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2个手解放出来，用工具，使得我们比猛兽更厉害。可是我在想啊，我们现在搞个机器人，机器人的话，它实际上可以好多个手啊，为什么要学人形机器人呢？因为你完全可以稳稳的4个，然后你甚至6个、8个也没关系啊。所以对这个人形机器人能够解决我们工程上作为这个替代人的体力的劳动，是不是最优解啊？是不是说一定要人形机器人？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朱老师，你是怎么看的？我不是研究机器人的，也不是做人形机器人，但是我听过相关的报告。就为什么要把机器人做成像人那样的？他讲了几点嘛，其中有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个世界啊，它很多设施呢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他要做成人，比如说爬楼梯。楼梯呢，人是2条腿上去的，它不是4条腿上去比较麻烦，它是因人的那个这个行为啊，人的行走，是因人的生活方式，他说要做成人形机器人。但是我觉得这也无妨啊，就是我们也可以，比如说现场的工人是吧，我用人形机器人来代替这个工人，比如说打转，
转岩石啊，转混凝土啊，我拿着一个枪就可以去转嘛，是吧？我觉得也可以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它比人的力量可能会更大，是吧？是这样的。但是另外一个方向呢，就不一定要把它做成像人呐、人形呐，可能做成机器狗啊，我只要我能解决我的问题就行了，是吧？我觉得这两个方向都可以。我过2天啊，我要去武汉，一家公司，它叫金穗，他们呢就是说无人机和机器狗啊，再用一根线穿起来，然后在隧道里共同工作。作为无人机来说呢，需要长久的话，就电源啊时间不够长，它通过一根线，机器狗时间可以长一点。另外的话，无人机的话呢，它是解决隧道上方，它这个位置可以变化比较大，机器狗呢在下面协同工作。对这样一个想法，这个你们2位啊，你们是怎么个评价？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我觉得呢，因为像首先为什么模仿人啊？那人是经过千千万万年来进化得到的。所以人的这么一个形状，这个做事肯定是经过自然选择来的。所以首先是什么？再刚刚主要是已经说了这个事情，我们要是机器人来代替，那人走掉不做的话，那机器来斗的，那还想着做成人一样，做成工作更方便。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再发展下去就不一定了。因为完全可以一个机器人代表2个人、4个人、6个人，怎么就算有6个手、8个手，这么，那肯定是下一步，我觉得会顺应这个社会技术的需求发展，然后跟狗的配合，跟其他机器的配合，因为现在从总体上来讲，机器人还是在初级阶段。我是这么认为，就做成超人，就是我们人有2只手，他可能4只手更快，他可能成8只手的，就像那个我们看到的刚刚珠江的孔啊，我一次打1个不是太慢了嘛，对，是吧？我一下打4个、8个，不是更快吗？效率更高嘛。所以我觉得是再发展肯定会到对，叫超人、超级机器人。对，朱老师说的很好，现在是机器人，以后机器超人，机器超人，这样。那吴老师啊，你今年有80岁了吧80多了啊，80多了，对，80多了，还在继续工作，是吧？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啊，我们岩土工程师实际上这个专业的这个生涯还是很长的啊。可是呢，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并不愿意学土木工程，当然也不愿意学岩土工程。你有什么想交流的？我先讲讲我的经历。我考取浙大土木系的时候，1963年。那时候呢，土木系毕业的人，其他都分配，就土木系不分配，因为什么？没工作，其他都分配，所有就土木系不分配。这么困难情况之下，我选了土木工程。对呀，那是你怎么想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个改造自然、改造地球、改造城市的一项工作啊。我想着要怎么做，我可以把它建起来啊，是吧？那建设是肯定不会缺的嘛，对，是吧？那后来确实碰到改革开放了，碰到建设大潮，我碰上了。那现在又碰到低潮了。对，然后我现在在浙江科技大学兼那个顾问教授，我就跟他们说，你不要认为土木系不行了，其他都有朝阳专业，什么到时候都有早上到晚上的。是。我说土木工程是24小时天亮的。什么时候说不要土木工程了？对，那当然土木工程也可以用 AI， 但土木工程是不会消失的。对，哪怕到火星、到月球都要建房子的。是的。杜老师啊，就是以前呢，我们很多年轻人不学土木工程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可能现在看到就是说，最近几年土木工程就是供过于求，是吧？但是刚才吴老师讲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变化的，不会没有的，这是一个波浪，是不是？那等到你现在去学的话，等到你毕业的时候，可能就忙不过来，是不是？是的。但是很忙的时候你去学了，肯定又进入一个低谷啊。但是人的这个寿命还是长了，是吧？所以这个是不用去考虑的。但是还有一个理由啊。我看到年轻人有的时候他们不学，说土木工程，哎呀，脏兮兮的，这个现场嘛环境很辛苦。可是我们现在是用了人工智能，用了这些大数据，其实这个工作的环境啊，并不是以前传统的那种情况了，是不是？像您现在接触的，包括您的学生啊，在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啊，或包括你现在经常到外面项目上去看，
你对现在的岩土工程师的这个工作的条件环境和几十年以前相比，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啊？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我们到日本去看他们的工地，总是很羡慕，非常干净，就像你办公室那样。我们后来国内也有人说，在工地里面隧道里面喝咖啡嘛，像人家日本那边就可以做到。但我们现在你再到我们的工地看，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大概30年左右吧。现在我们的工地可能比日本当时的工地更好。对啊，条件也很好啊。是啊，有些隧道当然他们做了一些铺垫啊，还要铺红地毯的。整个工地以前那个比如说上下电梯啊，都是很原始的电梯，现在都是现代化的电梯，所以完全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工地啊，不是好像脏兮兮的。通过话题我来说说我的感受。那以前土木系毕业的人都是露天的嘛工作，所以很羡慕他们在办公室里啊是室内的。那当时艰苦的情况，比如我们建宁波机场，岩土工人首先到现场去勘测。那时候也没工地里没自来水，喝的水是什么？河里的水打个明矾，然后盛下来就喝。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水啊，让你洗脚你都嫌它脏。我们就在这么艰苦环境之下长的。那现在完全变了，所以现在的学生不必去担心这个事情，因为整个经济发展了，科技发展了，条件不知道比以前好多少。工作环境其实并不差，完全变掉了。对，现在你看每个央企的这种工地跑进去，什么设施都齐全。食堂里面的这个菜比饭店里的好吃，香，对啊，原汁原味的，对啊，因为食材什么都能保证嘛，是吧？对，非常感谢这个2位老师哈，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聊到这里。好，那么我们下个星期五呢，我们再见，再见。